原来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，这对卧龙凤雏才真正颠覆了观众们的三观。你们是从山西来的？只有山西才可以出这么优良的品种。两位是当官的？山西布政司。咦，是我们的老爷哦。他特地派我们来，有重要的公函交给这里的县太爷。哎，这些阿猫阿狗，你告诉他这么多干什么嘛？讨厌，讨厌嘛！哇！哦，原来两位真的是机灵过人啊！基于两人的这种特殊癖好，宋世杰给他们开了一间最靠里面房间。而到了午夜时分，他用木条悄悄调开门栓，进入房间，果然看到了床上辣眼一幕。不过他此行目的是为了白天两人口中所说的公文，赶紧伸进包裹里一通乱摸，可里面放的水果实在太多，五花八门的是什么都有。毕竟从山西到广州一路上要长途跋涉，两人需要补充大量水分，合情合理。但一个没有开壳的榴莲，属实令宋世杰也大开眼界。好在最后一层放着那封信函，宋世杰返回房间后，这才知道信中内容竟是山西布政司给广州知县的密信，里面写着要用5000两买通何汝大，将阿珍诬陷成谋杀丈夫的真凶，从而洗脱布政司妹妹真正凶手的嫌疑。这可是绝密信件，宋世杰赶紧手抄一份，然后悄悄原路送还了回去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卧龙凤雏将信送到何汝大手上。没想到他看完信后，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两袖清风，从不接受任何人的贿赂，但念在和布政司同僚一场，到时候他会尽全力帮忙。可就在何汝大离开之际，何夫人立马从一旁窜出拦住卧龙凤雏。你们回去告诉林大人呐，就说我们何知县谢谢他了啊。何知县不是说他是光明正大的吗？开支太大，两袖清风啊，两餐吃风啊，恶心死了。厉害，厉害。同时，姚田氏夫妇被带到广州，也就是布政司信中提到的亲妹妹何汝大升堂后，直接斥责阿珍不守妇道毒杀丈夫，却反而来广州诬陷姚田氏夫妇。这种审讯方式立即遭到宋世杰质疑，因为姚田氏夫妇一句也没有问，何汝大就推翻阿珍以前所有口供，让她承认自己是杀害丈夫的凶手，这明显不符合审案流程。还有一点，何汝大和姚田氏夫妇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他一句没问就知道了所有细节，是个傻子都能看出他在包庇姚田氏。这样。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你这官怎么当的？混账啊！本官今天不教育你，以后就真的不会做官了。来人入刑！大人，有甲乙丙3种刑，用哪一种啊？丙了。但宋世杰有秀才功名在身，如果没犯什么大罪，身为知县的何汝大无权对他施以刑罚，除非将他贬回一介白衣。何汝大深知再审下去根本斗不过宋世杰那张3寸不烂之舌，于是果断草草退堂，然后转身集合村上有名望之人，细数宋世杰以前为钱帮了不少地痞富商，并且还胆大妄为，擅自破坏了村里的风水宝地。等再次开堂，大学士当场革掉了宋世杰秀才功名。这下何汝大没了顾忌，立即下令胖揍一顿宋世杰解恨。关键时刻，宋世杰准备用手抄信件翻盘，状告何汝大收受贿赂，结果早上走得太急，竟把信件给落在了家里。没了仰仗的宋世杰就此被打了板。事后何汝大觉得还不解气，更是将他关在囚笼里，全程游街打击报复。但姚田氏夫妇见宋世杰大势已去，秉承着斩草除根的作风，雇了大批杀手在当街进行暗杀。与此同时，梅姐也准备劫狱救下老公，双方人马就此不期而遇，大街上顿时陷入了一片混战。可此时的梅姐已经明白，经过这么激烈的一通打斗，终于还是动了胎气。眼看没了主力作战，众人被杀手团团围住，就要遭殃。大侠杨青及时出现，一人独占全部杀手而不落下风。而随后，在一堆纸伞遮挡的安全角落，梅姐顺利诞下一女，同时此次暗杀也落下帷幕。你进来干什么？喝喜酒啊！宋世杰被带回牢房后，杨青特意进来给他道喜。两人交谈间，宋世杰突然发现杨青手中折扇是当今8府巡案的贴身之物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在扇子上面写上“官官相卫”，恳求杨青找到扇子主人拦掉告状。这样一来，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。然而，杨青这个高手刚一离开，那些杀手就立即伺机而动。他们打着宋府下人的幌子进来探监，直接用绳子套头，将宋世杰给拉到了牢房边缘，接着将沾有剧毒的馒头塞进口中。等塞得差不多时，杀手举起匕首准备来个双保险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何汝大来牢里探监，杀手这才停手逃了出去。眼看宋世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，师爷赶紧一桶水泼进去将其浇醒。宋世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起来走2步站不光看看。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是你叫我走2步给你看看的。那你拍2下手掌给我看看。好啊。
什么事这么开心要拍手啊？你妈有喜了？难道他真的疯了？在牢里面疯了，就是你疯了呀！听闻此消息的梅姐自然不信，她抱着女儿前往牢房看望。何汝大见状，一把抢过怀中女儿，然后考宋世杰三个人都说是女孩的父亲，现在怎么分才最公平？宋世杰让他们直接砍成3段，并且还亲自双脚持刀，朝着自己的女儿当头砍下。这毫不拖沓以及凶狠的神经质作风，令及时抓住武器的梅姐肝肠寸断。事实摆在面前，她也不得不信宋世杰是真的疯了。宋世杰，想不到你一辈子聪明，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。就算把你关在牢里，也没什么意思了。何汝大下令将宋世杰家产充公，并且在3日之内全家离开本县。就这样，昔日的不义之财被全部没收，就连奶妈掉在地上的一个发簪，也瞬间被贴上了封条。宋世杰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，直到所有县衙全部走后，他终于对着梅姐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原来宋世杰一直在装疯卖傻，他知道那一刀梅姐肯定能提前接住，这样就能坐实他疯子的身份。如此一来，何汝大放了他，姚田氏自然也就遣散了杀手。毕竟一个疯子的话，谁还会信？而且那封信一直就在宋世杰身上，之所以那天没有拿出来，是因为当天全场就何汝大的官最大，一旦他狗急跳墙毁了信件，不仅案子没有洗白之日，搞不好还会做出杀人灭口之举。另外一边，杨青终于找到了8府巡案。大人，宋世杰出名刁嘴，颠倒是非，诬告他人，他是装疯欺骗本官啊！有了8府巡案主审、山西布政司以及山西知县和谋杀案有关的公职人员全部到位，等3堂会审正式开始，乡亲们夹道欢迎宋世杰入场。因为这一次他是为公理而战，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无疑都将他视为那个时代的偶像。而案件还未开始，何汝大就以宋世杰不是秀才，见了8府巡案不下跪为由，安了一个藐视王法的罪名。但宋世杰只是冷笑一声，便讽刺他们只会做些表面功夫，真正的敬仰是存在心中。不过如果真的要跪才能体现，他可以马上照做给8府巡案请安。而宋世杰这种不畏强权的胆识，立马赢得了8府巡案的好感，特许他免了下跪那套繁文墨解。对于这次案件重审，宋世杰准备得非常充分，他提前让山西仵作验了阿珍丈夫的尸。请问杨秀珍的丈夫是怎么死的？见过骨头全黑，是死于剧毒，大人。大人冤枉啊！大人没有冤枉。既然证实姚二是死于剧毒，你居然说被他老婆气得吐血而死。如果不是做贼心虚，为何要说谎？大人明鉴。就算姚二是中毒而死，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姚田氏夫妇所干。好在宋世杰还有一手，他让第2个证人小梅上堂，此人是阿珍的贴身丫鬟，当初就是他及时告密，才让阿珍逃出姚家捡回一命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此时的他已经被姚田氏收买，诬陷阿珍品德败坏，不守妇道，意外被丈夫发现后，这才丧心病狂毒杀了姚二少爷。这一下彻底打乱了宋世杰步骤，只能拿出信笺这个底牌来扭转乾坤。但下一秒却又被信主人布政司抓住把柄。刚才你说信是抄回来的，那你怎么写都行啊。我抄回来那封已经转交给何大人了，现在我手上这封才是真迹。可根据大清律例，偷看公文函件要被处于挖去双眼的极刑。如果宋世杰敢自己挖去双眼，他们就相信信的内容是真的，而不挖就是诬告诽谤朝廷命官，按律应该割掉舌头谢罪。这一下算是把宋世杰逼得没了头绪，他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襁褓中的女儿哇哇大哭，梅姐给其换尿不湿时，不慎从中掉落了一个官银。宋世杰认出这是布政司给何汝大的那些，当即询问梅姐这些官银从何而来。见公堂之上瞒不过去，梅姐只得表示这是何夫人前几天托她在郊区买别墅用不完剩下的。听了此话的何夫人立马出来当面对质。房子买多少钱呢？花了5000两啊！不要听他的，我哪来的5000两？你没有5000两哦，那5000两连我都不敢收。那5000两我1分钱也没花呀！你撒谎！山西布政5000两你没用过，怎么会在我老婆身上？有病啊！山西布政的5000两在我房里啊！山西布政的5000两在他房里啊！见此一幕的布政司立马以宋世杰刚才偷看公文罪，吩咐衙役挖眼割舌，打乱节奏。不料这时宋世杰拿出那封信笺，里面竟只是白纸一张，随后还给自己定了个说谎罪名，按律不过打几十下嘴巴而已。接着边打边从袖口拿出真的信函，让山西布政司等人读一下里面内容。这可把布政司给吓坏了，左右摇摆，说什么都不敢接。何汝大更是滑稽，拿着一本书来回不停捡来点去。山西知县直接被宋世杰忽略，因为他就是一个草包，大字不识一个。最后宋世杰将信笺递给8府巡案，把皮球抛给了这里最大的官。要知道，如今堂外旁听的有100人之多，这种事一旦传将出去，无疑是把大清官场的丑闻公之于众。于是8府巡案思量再三，终究还是没有将信的内容念出。宋世杰，你想怎么样？吐痰先告官。先告你山西知县，在你管辖之内有人死于非命，你视若无睹，失职。再告你山西布政，纵媚行凶，知法犯法。
听到广州知县何鲁大贪赃枉法，陷害忠良，没事还乱放屁。顺便点你一判告。我不能告吗？你身为八府巡按，纵容属下，办事糊涂，枉你自命亲如水，名如镜，浪得虚名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要是我告上朝廷，保你抄家灭族啊！一番超级嘴炮加持过后，八府巡按也瞬间没了脾气。随后他说了一句退堂，和众人一起在内堂讨宋世杰欢心。至此，电影已经接近尾声。从这里网上也就出现了两种看法。一种说是宋世杰拿捏了众人把柄，最后姚田氏夫妇被绳之以法，4位官员基本没什么大事，结局宋世杰生了很多孩子，生活非常的幸福美满。第二种则是宋世杰出了八府巡按的逆鳞，一家人全部秘密处决掉了。这些细思极恐的细节，主要体现在宋世杰离开内堂头顶的金光，还有扫墓时宋世杰孩子身高都相同，被解析成是死去的那些孩子，以及这些小孩子竟能轻松移动重达100斤的墓碑，包括影片中不断出现的菊花这些。而具体是哪一种结局，你觉得呢？